谁将成为2022年的光辉孙女神？杨紫的荣誉是正常的，而露丝的默认只是日常练习。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，期待已久的2022年 Brilliant Hall Grand 即将开幕。事实上，光笋庆典已经举办了无数年，人们并没有过多考虑哪些作品获得了资助。尽管如此，几年前被送走的鸟神还是很诱人的。力量，彩鸟女神是彩笋庆典的图片代表。她不仅要有像样的形象和人品，还要注重她这2年在电视剧中的表现和流行。自此荣誉创立以来，几乎所有年轻、可爱、知名的新时代艺人都担任该职位。消音女神就像天生的刘亦菲、迪丽热巴、刘诗诗等等，完全被带入了要鸟女神的世界。据统计，当年的笋音女神参赛名单共有10位女明星，分别是杨颖、杨紫、江疏影、古力娜扎、关晓彤、赵今麦、谭松韵、李一桐、李沁、吴谨言。由于投票会议的人群刮除，只有3名决赛选手进入了最后一次裁判员的调查会议。那么最终谁将获得数关？谁将成为护航选手？从长远来看，我们应该调查一下要鸟女神的选择标准。1. 应该是未婚女工匠，没有暴怒，没有坏消息，大概30岁左右。2. 作为知名艺人，有名有流量，被大众广泛认知。3. 这2年多善举涌现，最好在芒果台播出。因此，巩固上述重点，我们可以筛选出众多的工匠。第一个是江疏影，在1985年代被带入世界，特别是她是90年代没有被带到这个世界的人，我担心她被羞辱入围竞争对手的可能性。第二个是杨颖，虽然颜值和身材都考完了，但是分手后人气暴跌，演技这么多年都没有进步，所以她就跟他一起去了。00后花艺师赵今麦最近一跃而起，着实令人震惊。尤其是后来的起点成名后，他收藏了很多无处不在的东西，但是年轻的时候，无论是能力还是作品的收集，都远不如这些。入围老年人，因此入围后起之秀现在是一种非常体面的支持。古力娜扎是新疆的共同优秀，她的容貌和身材并不比过去的辉煌鸟神更可怕，但她的黑历史却太多了。就在最近，他的前任东巴先生，尽管近2年的演出已经很多，但还是被人群束缚在了架子上。这一集是在芒果频道播出的，但假设他被选中，我担心那个受欢迎的评价可能会被烧毁。关晓彤这个当众的小姐姐，履行了艳鸟女神的指导方针，但她这2年来的作品却着实惨不忍睹。他好不容易拍了一部20不惑2来躲避攻击，却错过了住宿时间，而新上人目前处于拖着油瓶的状态，中奖的可能性不大，但小童还年轻，资产丰厚，所以有机会。李一桐在圈子里可以被描绘成一个高不可攀的 VIP， 他逐步出演了10多部戏剧作品，与他合作过的众多男工匠已经名噪一时，而他却始终成不了名。再者，我很少出现在剧场版上，被狠狠看的点也不多，所以在人群中的认可度也不高。吴谨言的知名度甚至比不上李一桐。尽管他的资产很大，他的演技在网络上，但他出演了无数的戏剧作品，并且一直保持着不起眼的地位，不引人注目，说服公众也很麻烦。关于赵露思，我可以说他的团队太会宣传了。从与之前合作过的每一位艺人搭上 CP， 到现在赚八卦，隐含的选择真的是为了名利。事实上，他这次连入围都没有，他怎么可能为自己的时间进步做一件衣服？虽然是晚春的星星和韩大人终于给了他一份体面的工作，住宿时间早就过去了。如果他需要入围，他可以看下面的。的确，到此为止，恐怕只有李沁、谭松韵和杨紫3人会获得荣誉。在众多竞争者的呼声中，李沁的地位还是很高的。她是在一个专家班被带到这个世界上的，并且有一个体面的身体和举止。
他的代表作品近来有《首年有余》《黄高郎楚乔传》，口碑不错，收获颇丰。了不起的人，谭松韵这几年的进步势头还算不错，他的表演能力也一步步被每个人认出来了，尤其是他一贯的低调作风，人缘极佳。锦衣之下和以家人之名多部作品优秀，竞争力强。收官的杨紫可以说是金鹰女神各种目标市场中知名度最高的。经过这么多年的高难度绘画，她以婴儿名人的身份出道，她的表演能力比其他决赛选手要好得多。爱过和沉香如碎屑也是热播和口碑的大热，尤其是余生依然在芒果台播出，而且已经陪伴了她很多年。就算是轮流坐下，该轮到小猴子了。现在已经不说杨紫的店了。02讨厌每一个不同的。杨紫和范丞丞传出演小甜甜剧，各方面粉丝拒绝捆绑。这几年名气大增的女艺人有很多，杨紫显然是比较厉害的一位。杨紫作为一个绝对每个人都伴随着童年成长的小明星，杨紫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。众所周知，杨紫的体质是紫色的，和她合作过的男明星都说得很对。与杨紫合作过的艺人，在知名度上基本上达到了一个全新的程度，所以和杨紫合作的路上就差远了，非常值得寻找的东西。近日，让网友们没想到的是，杨紫与范丞丞合作的消息传遍了各方面的恋人。过去的事情同样很容易，是电视剧《199情缘》的出品方。不知道他是手滑还是提前为全新剧热身。不管怎样，他绝对是在每个人的眼前欣赏了相应的微博，有过分的机会。范丞丞和杨紫的这次新合作有包快包邮的味道。看到休闲企业内部两位演员的合作，显然吸引了不少网友的眼球。范丞丞和杨紫都是娱乐圈内相当有名的演员，怕是另类的庆祝会影响偶像的知名度。各方面的粉丝在关注了合作中的信息后，显然已经不是很满意了。仔细想想，各个方面的问题都不是没有道理的。让我们大致交流一下范丞丞的恋人们关心的事情。杨紫虽然是休闲企业内部的名媛名人，但如今她的人气已经不是那么出色了。抛开演技不说，杨紫的私生活争议颇多，与男明星过分亲密的行为也让不少网友对这个女孩有了不同的看法。粉丝们希望范丞丞在他的每一部作品中都能与少有争议的演员合作，我们可以理解这种心态。所以，从范丞丞的恋人角度来看，现在肯定已经不是什么大问题了。对于喜欢杨紫的人来说，就更简单明了，因为范丞丞是新人演员。我其实演过很多电视剧，但是没有什么作品可以虚拟出来。毕竟，杨紫同样是一个有实力的女演员，几乎每一幅画在全国都有过分的人气。如果把她正确的人气放在不同女演员的指尖上，那显然是情侣们不需要看到的东西。而两个人类在表演上的成就差距实在太大了。杨紫范丞丞的合作很有可能会被网友认定为扶贫，所以杨紫的恋人现在不用再跟二人合作已经很正常了。不过这次合作，我也有我的自己简单的看法。首先，这次合作现在还没有敲定，是否最终确定仍是未知数。当然，作为一个经常上网的朋友，我仍然认为这种依赖更可信。正如宣布的那样，没有风也没有波浪。每次在互联网上出现有关合作的信息时，都有一个过渡的机会，它远非如此。所以，我们这一次的对话，同样主要是完全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合作。如果杨紫和范丞丞合作，我认为这不是一个了不起的星。为什么你会这样怀疑？目的可能很简单，范丞丞和杨紫不能给我提供小天剧追 CP 的经历。我承认范丞丞和杨紫在颜值上都是一流的演员，但小甜剧追求的是人间 CP 体验。我对年下情的聚合没有任何异议，但是杨紫和范丞丞给人的感觉是，他们现在可能已经不再平等了。都说一直都爱过，
但又觉得杨紫变年轻了一点，不能像姐妹一样。说杨紫和范丞丞演同龄情侣，感觉杨紫年纪大了一点，所以两人一直是同龄的。肉体 CP 的体验肯定是差了一大截，让人无法获得恋爱的感觉。其次，这幅画很可能是扇子画。如果恋人不买，在名声和画作推广方面可能会有明显的规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几乎不能指望这幅画。我希望这幅画这几乎只是制造商的失误，否则如果两个人一起努力扮演情侣，这对情侣会有多尴尬？最后，废话不多说，如果杨紫和范丞丞在这部剧上真的有合作，你能指望这幅画吗？